莫迪斗地主跟中国抢乌克兰的重建商机，到底有哪些最新进度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的就是莫迪。哇呀，他要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了，因为他将会变成了救世主。什么救世主呢？就是让俄乌停手。好，那他不单呢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美名。当然，他还要从中多赚点钱。好，我们要带你来看莫迪最近在干什么呢？他做的事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崇高，他就像圣人一样，他盘起腿来会飞到半空中，还会有蛇在跳舞，还不是？好，但是呢，其实啊，他骨子里就是要赚钱。好，我们带你来看最近莫迪到哪去了？他到乌克兰去了，见了泽伦斯基，两个人来了一个拥抱，熊抱啊！哎呀，你就觉得这个画面好像似曾相识啊。之前不是才抱了普丁，现在来抱泽伦斯基，很妙。好，那为什么要抱泽伦斯基呢？是因为他之前见了普丁，泽伦斯基有一点不太高兴。所以呢，这回莫迪来到乌克兰，然后呢，泽伦斯基说：“哎呀，我这个很希望印度可以帮帮忙，因为他希望找到一个这个南方国家，然后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能够跟普丁说得上话，赶快呢让这场战争给结束。当然，泽伦斯基有一个前提说，叫这个俄罗斯把那个土地给我还回来。好，那当然呢，这个泽伦斯基还要求他拜托，他说：，印度你可不可以出面来促成第2次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啊，那这个印度要不要挺身而出？要不要给自己有一个机会拿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就来看看了。但是呢，莫迪他一向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他没有特别偏袒谁，但是和平很重要。然后他说和平呢是不可能在战场当中能够达成，所以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好不好？好，那当然呢，你说莫迪怎么现在变得如此重要，好像俄乌能不能停战都要看他愿不愿意努力。以前这个角色大家是寄望中国，因为曾经北约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中国是在俄乌战争当中具有决定性的支持者，所以呢，你就看到了，以前不是大家在寄望中国出来当这个和事佬，怎么现在变成了莫迪？那中国呢？他怎么不赶快努力让这场战争停止呢？因为中国现在感觉有点尴尬。好，过去呢，大家一向子你就觉得直观的想，他当然是跟这个俄罗斯关系好，没有错。但是他跟俄罗斯关系好呢，有一点敏感，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张。如果我又跟俄罗斯走得太近，等一下美国又迁怒我，我已经这么倒霉，你在针对我，等一下又因为俄罗斯的关系怎么办？我又要被踩在地上摩擦，不行所以呢，现在中国好像有一点点希望可以稍微的跟俄罗斯有点黏，又不要太黏。那所以呢，你就看到了中国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有一点尴尬的状况底下，有一点使不上力道的感觉。像最近啊，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又到了中国去访问那这个王毅见了他，两个人就说，我们这个俄乌战争谈一谈，顺便谈谈两岸关系、南海关系，泛的谈一谈。那可能在这个2024年11月巴西举办的 G20， 可能你会看到拜登跟习近平可能又有一个见面但是呢，他们要谈的就是美国要求中国不要完全站在俄罗斯那一边，不要再给俄罗斯军事援助那这一点呢，中国能不能做到呢？我是听了，我可能做一点，但是呢，这个美国压力很大，我可能又不能全心全意支持，所以你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包袱，莫迪没有，因为呢，莫迪现在是美国扒着他，希望他可以成为在东亚当中牵制中国很重要的那个角色，所以呢，那个态度完全不同。中国呢是很害怕美国又对他下毒手，莫迪呢是老神在随便你啊，不然我不跟你好啊，你自己再去找一个人来制衡中国，你又找不到，所以呢，那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当然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色扮演。现在看起来好像莫迪就很开心，我不用甩美国，我可以跟普丁做好朋友。但同时间，这个乌克兰的钱我也要赚。好，我们带你来看，有人形容说莫迪到了这个乌克兰去叫道歉之旅。我们刚刚讲了，其实他在7月份先去见了普丁，然后跟普丁来一个熊抱，然后那个时候泽伦斯基就说了：“天哪，你去见这个罪犯，满手都是血的罪犯，你还抱他，不行。所以呢，现在这个莫迪道歉来了8月份来到了乌克兰，也给
泽伦斯基一个熊抱，我也抱你哈，那你别说话了好不好？所以呢，你看到了这同样的一个场景，都是抱人，然后来到了这个乌克兰。那有人形容说啊，这个莫迪赶快来跟乌克兰修补关系，为什么？为了钱，因为他想要能够拿得到乌克兰接下来的灾后、战后重建商机，所以呢，你看到了他很努力的来到泽伦斯基，然后说，以后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合作？你要重建，你或者需要医疗的援助，你需要医药的帮忙，我都可以来帮助你。所以呢，看到莫迪在离开乌克兰的时候，哇，他带了好多份的订单。就回去了，所以呢，你看乌克兰的商机它是要赚的哦。那其实呢，在这次的俄乌大战当中，印度应该是最大的赢家。它的平衡外交，它的左右逢源，它的左边钱也赚，右边钱也赚，赚得盆满钵满。好，我们简单来讲啊，他从俄罗斯啊这个赚了好多钱，因为那个时候俄罗斯被美国制裁了之后啊，他当然要赶快找他的朋友，他朋友有谁？中国、印度，所以他说，我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钱给你们一个。打到骨折、流血拍卖价，我卖你石油，我卖你煤炭，我卖你化肥。好，那当然机不可失。印度说：“我买，我全部买，我多买一点囤积。谁知道你们战争会不会一下打完，我折扣就没了？”所以他狂买啊，他那买法真是不得了。他买的是以前的10倍这样子在下订单，买得很开心。买来了之后自己用不完，我转手卖给别人，我中间赚差价。所以呢，这个油他很开心的买，煤炭也买了一大堆，化肥也是。同时间呢，我们看到了印度也跟俄罗斯买非常多的武器。过去20年呢，他跟这个俄罗斯买了将近有600亿美元的武器，买了一大堆。所以你看到了这次啊，在这个战争当中，这个莫迪真的赚很大不得了。好，那你说，那这样子的关系非常紧密，真的两国就是你侬我侬，心心相印也没有。最近呢，其实莫迪心里头还是对这个普丁有点生气。为什么呢？普丁呢现在是全世界大招兵嘛，募兵，因为他兵不够，都死光了。好，那找了很多人来，有很多外籍佣兵。那但是呢，这俄罗斯有一点很缺德，他找兵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没跟人家讲清楚。你说，哎呀，我们这个需要军队这个征才。好，那于是呢，大家就傻傻的去想说，你薪水挺高的，不错，福利很好，包3餐有制服，听去了就马上去了。去了之后，怎么这个游览车坐，换了军车坐，我怎么就到了战场啦？这些印度人想说，我不过想来打个杂，赚点钱，我可能只要在厨房煮个咖喱，怎么变成我要上战场打仗去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想要退伍，但是呢，普丁不给退，你都来了，我还让你走。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莫迪讲了，不行啊，我们有一些印度人啊，这个在战场上已经战死了，那其他人想要退伍，你要让他们走啊。但是呢，现在普丁就是不放人，所以呢，现在感觉呢，这两国之间啊，为了这件事情有一点点不愉快。除此之外，印度除了在俄乌大战当中赚了很多钱之外，它也有受伤的地方。比如说呢，俄罗斯被制裁了，那它的一些相关的原物料没有办法出口啦。它有非常大量的钻石的原矿。那以前呢，在印度啊，他们很喜欢这个切割钻石，他们的技术也蛮好的，所以几乎可以这样讲，全世界的钻石有80%都是在印度有一个小城市叫钻石之城，叫做苏拉特这个地方，它在负责切割，然后负责这个抛光，然后呢再会送到，比如说送到瑞士啊，或送到其他的国家去做一些这个更精密的一个切割，然后变成成品的一个动作。那可以说，在印度它应该是所有的钻石要开始变成非常漂亮钻石戒指、钻石首饰第一站。好，那重点是我要原料啊，不然我去切割啥？我还能够抛光啥？所以呢，现在这个俄罗斯的钻石原料不准出口了，哇！现在这个钻石之城惨了。以前呢，在这个钻石之城，大约有60万人都是靠这门手艺在过活。现在没有原料了，那店都倒啦，所以呢，这几十万人他们就一夕间就失业了，失业很惨呐。最近呢，就在这俄乌大战，然后呢没有办法再拿到俄罗斯的钻石原料的时候，在这个钻石之城有高达60-70人，他们都因为财务状况非常的窘迫，都这个自尽身亡了。有的用跳楼的，有用跳河的，有的各种的，听起来非常的悲哀啊。但是呢，这就是这个俄罗斯被美国制裁之后啊，血淋淋上演的悲剧了。好，这是钻石之城，这是在印度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现在
非常萧条。好，那于是呢，我在哪里没赚到的钱，我要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你赚回来。所以你看到莫迪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参一咖，就是呢乌克兰的重建商机。其实乌克兰仗都还没有打完，但是现在已经到处抛媚眼，希望大家赶快拿钱来投资乌克兰未来的一个重建商机了。60多国大家都要去抢订单，这个说我可以帮你铺路，那个说你那个什么学校通通毁了，我帮你通通盖起来。另外一个说你需要很多砖块，我帮你烧砖块，各种的。好，那现在呢这个印度也很开心，就冲过去，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帮助你。偏偏60多国当中没有中国，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他的一个基础建设灾后重建。中国人家可是基建狂魔啊，你没有找到最会做基础建设的来。但是呢，这个当然这种战后重建还感觉好像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了，所以呢，印度在这一块千万不能落人后。你看莫迪一天到晚这个跑去泽伦斯基还用力熊抱那么紧两个人简直是要亲上了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一块他绝对不能放掉，赚很多钱。印度最近有个大钱坑，就是它的国防预算。现在它的国防预算它的这个国防预算占 GDP 的占比通常各国都是这样比的。它的占比呢，已经比中国要来得更高。为什么要跟中国比？世仇嘛，两个隔壁嘛，在边界上不是还冲突吗？那现在呢，你看到这个国防预算，这个好像不能输人我要更多钱好，但是呢，它的一个国防预算成长了18%比跟去年相较，成长这么多，很厉害吧？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感觉兵强马壮我要买最厉害的武器好，重点是印度跟谁买？跟俄罗斯买了一大堆。我们刚刚不是讲嘛？好，那你买了这一大堆，现在呢，这个国防预算这么高，被人家这个质疑说，那你花那么多钱，你买了一堆两光的东西你跟俄罗斯买，俄罗斯现在在这个大战当中节节败退他一大堆东西感觉很不堪用结果你买了一大堆那个东西破铜烂铁的，现在真的要打仗，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么高的国防预算，到底花在哪里？有没有花在刀口上？也变成了现在有非常多人在质疑莫迪的一个状况。好，那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一次的莫迪呢，可以说在这个俄乌大战当中他变成了那个救世主、大赢家，甚至呢，在地缘政治当中呢，你又看到了他。因为这场战役呢，他似乎又来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高度。现在大家看他已经觉得他已经变成一个大国，而且这个大国呢，在外交场域当中，甚至可以出来协调一些区域当中的一些这个冲突，就觉得哇这还是当年的印度阿三吗？阿三哇翻身变地主太厉害了吧！现在都可以站出来调停人家了，对吧？所以呢，这场仗可以说让印度呢来到了另外一个感觉已经跻身大国的一个这个行列当中了那又要赚钱，又赚了名声，未来的战后重建商机，现在看起来呢，莫迪似乎呢也已经抢先占据了先机。到底呢，接下来在这个战争之后乌克兰的重建，印度会拿到哪些订单？有没有机会呢，让这个印度的经济又再更上一层楼？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这是今天帮大家看到的最近这个莫迪动作很多，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